瑞宝凑到妈妈身边，没有前摇的，直接坐在了妈妈的双下巴上，在妈妈双下巴上蹭来蹭去，一边蹭还一边讲：“小爱，你知道我超喜欢你的双下巴吧？”姨姨们感觉到爱宝带娃越来越累了，姐妹俩总是变着花样的折腾妈妈。昨天辉宝在树上不想下来，爱宝试着上树，辉宝掉下来，但爱宝尝试了一下，发现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无法做到辉宝和瑞宝那样的灵活了。这窄小的空间，爱宝发现自己根本上不去，最后只能尴尬的从树上下来。爱宝抬头看着树上的辉宝，感叹着还是年轻好。而今天姨姨则撞见了爱宝正准备产青团时，瑞宝辉宝这时非要凑过来要奶喝，爱宝产个青团都不得空，有时候真的挺想让爱宝收拾一下这姐妹的。前2天宋爷爷给爱宝测量体重，现在的体重是116.5千克，虽然这个体重也很健康，但是爱宝明显比去年瘦了。去年这个时候爱宝的体重是127.7，可见瑞宝辉宝越大，对爱宝的体力消耗也越大。不仅仅是平时瑞宝辉宝对爱宝的折腾，更多的是瑞宝辉宝越长大，喝奶的需求量也越大。这也是为什么宋爷爷跟瑞宝辉宝商量要不要断奶。爷爷们可见不得自己的宝贝闺女受委屈，姐妹俩再这样总是欺负爱宝，那姐妹俩独立的日子将会越来越近了。家在班的主管饲养员都围在了一起，正讨论着什么，表情看上去都很凝重。江爷爷讲道，虽然乐宝现在的年纪并不是很大，但是也已经达到10岁以上了，往往大熊猫在10岁以后就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。而根据韩国兽医对乐宝最近的多次的血压检测，发现乐宝的血压偶尔会有些偏高。韩国兽医表示，像大熊猫它们的血压最高血压是在140至160之间。 판다 같은 경우는 최고 혈압이 140에서 160, 사람보다는 조금 높은 상태이기도 하고요. 최저 혈압은 한 90 정도로 봐주시면 돼요. 不过这一点跟我国专家的标准有些出入，因为在一期节目中，吴凯奶爸讲过，我国健康大熊猫高血压一般在140至180左右，而江爷爷和韩国兽医想必以160为高点，也是为了乐宝的健康，想要照顾得更加细致。瑞宝辉宝出外场后，饲养员们这里的舆论也越来越大，压力也越来越大，饲养员们也是想把宝家照顾得更加细致。乐宝则在血压检测时表现得很从容，让奶爸不用这么紧张，自己这体格子放在同届里面还是很能打的，表示明年还可以让奶爸再抱俩大外孙。乐宝的心思爷爷早看透了，这哪是想让自己抱大外孙，分明是乐宝想爱宝了。乐宝在晃动身子时，原来尾巴也能这么听话。天气现在越来越冷，可对大熊猫来说则是越来越舒服，尤其是今天的温度，将爷爷都穿上大棉袄大棉裤，在外面玩手机都得戴手套了，不然都冻手。而瑞宝辉宝这里天一冷火力越旺盛，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走个不停。虽然姐妹俩平时反骨很重，但是大多时候还是怂怂的状态，活动范围必须要在妈妈身边才行。看到妈妈坐下吃竹子了，姐妹俩这里开始爬妈妈头顶的树。虽然姐妹俩也不知道去到树上干嘛，但是这样就会显得自己很忙。姨姨们就不会说自己上班摸鱼。瑞宝爬到了小亮台上，辉宝则坐在了树杈中。瑞宝伸手摸了摸辉宝的头，夸赞了一下妹妹越来越厉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辉宝回家后，节目仍未停止。辉宝趴在独木桥上，正酝酿着青团。好奇的瑞宝这时突然凑了上去，突然青团砸到了瑞宝的脸上。瑞宝被辉宝的青团熏到了，赶紧打着气味转身离开。这状态真的是被熏到了。而姐妹俩今天在调皮时，将爷爷这里则一直在园区外面来回观察着宝家成员的状态，每天都有在记录乐宝他们当天时的样子，同时在构思是不是该给宝家造血了，毕竟已经立冬了。这可是将爷爷当时立下的承诺。辉宝在圣熙姨母面前总是这般目标明确。辉宝知道姨母口袋里有小零食，站起身就伸手往姨母口袋抓。辉宝可爱的小腿都内八了。一会儿姨母走后，辉宝倒挂在了小亭子上。瑞宝在辉宝身后看到辉宝想下去，走上前助了辉宝一臂之力。辉宝一头栽下去，摔了一个四脚朝天。一会儿辉宝又看到妈妈要去室外，立马跟了过去，但中途又被南川宝吸引了。辉宝给了南川宝一个拥抱，给南川宝压在身下，但辉宝忽略了南川宝的感受。此时通道门并没开，爱宝回来刚好撞见了这一幕。爱宝向来比较维护自己园区的一花一草，爱宝让辉宝起来，不要压坏南川宝姐姐，但辉宝不愿意，还躺在南川宝身上撒泼打滚，跟妈妈耍赖皮。最后爱宝只能强行推开辉宝，被推开的辉宝还怪妈妈多管闲事儿，不断反抗着妈妈。辉宝蹦跳着来到了小滑梯旁，这时辉宝又遇到了一片落叶，
什么东西捡起来都往嘴里塞。辉宝拿着落叶品尝了起来。等解决完落叶，辉宝又钻到了草丛里。这时瑞宝过来找辉宝玩，姐妹俩凑在滑梯上，辉宝将瑞宝压在身下，给瑞宝从小滑梯上推了下去。到了刚才瑞宝将自己推下小亭子之仇，给瑞宝推下去后，辉宝又快步爬回小滑梯，跑去了小树上。瑞宝紧跟其后，追到小滑梯上，给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，然后给辉宝又推下了小滑梯。姐妹俩打打闹闹，谁也占不到便宜。在大雪天还能保持如此沉稳情绪，辉宝真是在宝家独树一帜。爱宝身上的稳重真让辉宝遗传来了，以前就连福宝都无法抵挡下雪的诱惑，一到下雪天就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。而辉宝这里却表现得有些脱俗，就连瑞宝都在园区转来转去，好奇的不行。辉宝慵懒地躺在小亮台上，感觉下一秒辉宝很可能要入睡了。很快雪越下越大了，辉宝爬起来时，左侧脸颊上裹了一层雪，像是刚刚偷吃了小蛋糕，沾上了奶油。一会儿，辉宝从树上下来了，故意挑衅了一下姐姐，然后逃走，来到坡前，一个自然的侧躺，接着就丝滑地滑到了坡下。辉宝是越来越会玩了，刚才不从树上下来，看来是因为雪还不够大。瑞宝、辉宝在争斗时，江爷爷这里则是正在玩着更有趣的东西。只见江爷爷拿着一根竹竿，不断地敲打着园区路旁的竹林，这是因为大雪覆盖在周围的竹子上，给旗都压弯了腰。如果不及时清理，雪太重了，就容易给竹子压断，甚至会砸伤游客。而为了纪念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场雪，圣西姨母还特意为瑞宝、辉宝制作了小礼物，是瑞宝、辉宝钟爱的小零食，竹子上插着小苹果和胡萝卜，这是圣西姨母雕刻的雪人造型。别说你还真别说，抽象着去看，还真像是个雪人。辉宝见到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了。辉宝让姨母赶紧给自己，姨母让辉宝稍安勿躁，让辉宝等姐姐一起吃。小馋鬼辉宝可等不了，硬是拉着姨母，让姨母先喂给自己一口。宝一个星期里，总有几天不想去室外园区玩耍，而辉宝和爱宝不一样，今天他们来室外后，室外园区突然下起了小雨，但辉宝仍选择了义无反顾地爬上了小树，站在树上迎接雨水。下雨天爬树，这还是辉宝的第一次，近距离感受大自然，有助于辉宝对环境的变化和感知。而爱宝这里更是淡定，任凭雨下的再大，依旧不妨碍爱宝吃竹子。而辉宝则是第一次见这种场景，有些失神，盯着园区外面看入迷了。爱宝这里吃完小木床上的竹子后，又淡定地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爷爷们这时都害怕了，此时通道门已经打开了，真怕辉宝和爱宝在外面淋坏身体。辉宝这时还坐在高高的树上，淡定得不得了，小脑袋搭在手上，欣赏着雨中园区的风景，甚至还慢慢地闭上了眼，感觉像是睡着了。淋着雨也能睡着，这也是没谁了。辉宝还是太全面，太懂享受了。一会儿雨越来越大了，辉宝被雨淋了起来。辉宝感觉到了雨天的可怕，赶紧从树上下来，下来后还喊妈妈，让妈妈别吃了，赶紧回家收衣服了。辉宝从树上下来后，一溜烟跑进了通道门口，但是走到通道门口，辉宝又停了下来。辉宝是在等妈妈，怕妈妈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。辉宝掉头走回来，站在园区，一直等到妈妈吃完后，这才和妈妈一起走了回去。而辉宝老爹今天就很懂享受，因为外面下雨，乐宝今天便没有去室外，一直在园区听着雨声睡着觉，很是享受。